美国陆军体能准备手册指出，功能性力量而非健身美学是超过50岁后长寿的最重要预测指标。然而，大多数和你同龄的男人都在瞎练各种锻炼，敷衍的走走，随便做些觉得安全的事。想知道为什么背部疼痛、双腿像陌生人一样不听使唤？问题就在于你一直不够用力，玩得太轻松。你一直在避开那种真正能让你身体保持强壮的训练。这5个练习可不是那些网红带火的流行锻炼，他们直接来自用于锻造士兵的精英军事训练项目。这些人是绝对不能崩溃的，别走开，因为到最后你将获得一套方案，不仅增强力量，更重塑一个能在生活挑战中发挥作用的身体。军队不会在健身房训练，他们训练应对那些你的生命或他人的生命依赖于你的身体能够坚持下来的情况。熊抱搬运动作再现了士兵所面临的最为严苛的实际环境之一。背着受伤的队友离开战场，徒手提起重达180或200磅的无生命负重，完全没有把手和绳索辅助搬运移动。你的手臂、胸部、核心和双腿作为一个整体，在极限压力下协同工作。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来说，这种需求建立了大多数训练完全忽视的东西。全身稳定性帮助你，无论身处平坦地面还是崎岖不平的地形，都能始终保持直立、平衡与掌控。这就是大多数人忽略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力量训练，更是一次全身紧绷能力的考验。当你用手臂环抱一个沉重的物体并用力挤压时，你的身体必须同时产生360度的张力。你的胸椎变得僵硬，深层核心肌群开始发力，双腿被迫在没有平衡负荷的情况下驱动。这种不可预测的非对称需求正是机器无法提供的，也是你的身体在50岁后保持强健所需的。下面是执行的方法：站在前面，站在一个沉重的沙袋或阿特拉斯石前，髋部铰接，臀部屈髋，双臂尽可能低地环绕物体，将其紧贴胸部，就像你要紧紧夹住它一样。下巴微微向下，深吸一口气，用力收紧核心，通过脚跟发力，将身体挺直。开始走，保持短而稳定的步伐，目视前方，将物体紧贴胸部。一旦它离开你的身体，你的下背部就会承受压力。从3组开始，每组行进20到30米，组间休息90秒钟。杠铃深蹲自2战以来一直是军方力量训练项目的基石。游骑兵、绿色贝雷帽部队、海军海豹突击队，他们都做深蹲，不是因为它看起来很酷，而是因为它是有史以来被验证为最全面的下半身力量锻炼动作。根据2019年发表在《力量与体能训练》杂志的一项研究，深蹲动员的肌肉总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单个动作。对于超过50岁的男性来说，这极其重要。你保留的每一寸肌肉都会直接减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激素水平下降。深蹲不仅锻炼腿部，还能引发一种全身性的合成代谢反应，这是任何腿部推举肌都无法实现的。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点。50岁以后，深蹲其实并不危险。不做深蹲很危险，长时间坐着，却还指望你的臀部和膝盖能应付现实生活中的需求，这就是让男人崩溃的原因。深蹲动作模式是你的身体被设计用来承载和施加力量的方式。大多数人失败的原因不是重量，而是技术不到位，特别是在蹲到底部时失去张力，让膝盖内扣，忘了深蹲是从呼吸开始，而不是一开始就弯膝。接下来告诉你怎么做。站到杠铃下方，将杠铃放置于上斜方基础，不是你的脖子，双手握杆，握距稍宽于肩膀外侧，将杆拉向背部，如同用力往后弯曲，使它紧贴肩膀。这会在你还没把杠铃架起来之前，就让上半身绷紧起来。后退一步，双脚与肩同宽，脚趾自然向外张开15到30度。深吸一口气，收紧核心，就像准备挨一拳那样。动作开始时，膝盖向脚趾方向外推，同时臀部向后下方沉坐。下蹲至髋部与地面平行或略低于平行位置，用整个脚掌发力，脚底需全力支撑身体，不仅限于脚跟和站立姿势，始终保持胸部挺起。一旦你的腰部弯曲，组就结束了。杠铃深蹲能带来任何孤立训练无法触及的效果，它能够使得你的整个后链、核心肌群和神经系统在负荷下更好地协同工作。
这正是让50多岁男性保持强壮所需的全身性挑战。保持稳定，动作时不代偿。从3组开始，每组做5次，重量以可控为主。深蹲是负重训练中最难的动作，实际上还有更多挑战等着你。接下来你可得好好看着。如果有一种锻炼几乎出现在所有精英军事体能评估中，那就是负重携带。农夫行走是最纯粹的载重行走方式，每只手各拿一个重物，然后开始走路。就这样，但别被表面的简单所迷惑。特种作战候选人通过负重携带训练展现出其他任何锻炼无法揭示的能力。你的身体在持续的现实压力下能保持多好的整体性？你的握力、你的肩膀、你的核心、你的臀部、你的脚踝，所有环节都在运行，所有环节都在接受测试。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来说，全身的需求正是区分功能性力量与健身力量的关键。大多数人没意识到这一点。农夫行走不是握力练习，而是防止躯干塌陷的练习。你每迈出一步，手中提着重物时，身体都在奋力保持身体挺直，保持身体正直，保持控制力。你的脊柱深层稳定肌群，大多数50岁以上的男性早已失去对他们的感觉，一直在持续工作，只为让你保持直立。这是你无法用拉锁训练器或稳定球模仿的训练内容。这就是纯粹的负重稳定性训练，能够有效直接应对生活中各种体力上的挑战。下面来演示一下。双脚与臀部同宽，站在2个壶铃或哑铃之间，臀部弯曲，抓住把手，然后挺直站立，就像有人从你头顶拉起一根线一样。肩膀向下沉并向后拉紧，胸部挺起，核心收紧。现在开始走，迈出稳健有力的步伐。保持负重靠近你的身体，不要让重物晃动，不要让你的躯干旋转，保持平稳呼吸，短促地从鼻子吸气。当你的姿势失衡的那一刻，你的下背部正在承受其本不应承受的负荷。从3组每组30到40米开始，每组间休息2分钟。农夫行走培养出一种你无法假装也无法捷径的坚韧。训练身体在运动中保持强壮，体现了力量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说到实战力量，接下来的这个动作会发挥农夫行走对你上半身力量的全部积累，并将其在最大负载下直接传导到您的后侧链肌群。美国陆军战斗体能测试不使用杠铃，而是使用沙袋。具体来说，是士兵们必须在时间压力下反复举起一袋90磅的沙袋。这个动作的准确名称就是军队训练中的沙袋硬拉。那不是巧合，军事教官选择沙袋，是因为它复制了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力量需求：提起一件难以掌控的重物。没有固定的杠杆，没有完美的平衡点，只有一个不断移动的不稳定负载，迫使你的整个身体动态地做出适应。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来说，这种适应性的需求正是持续保持关节稳定性和运动模式灵活精准的关键。大多数人忽视的就是这个。沙袋硬拉并非比杠铃硬拉容易，反而更具挑战性。深层稳定肌群在每次重复动作中无法放松，因负载转移，包括你的背阔肌、腹斜肌、臀大肌和握力，他们都在加倍努力，只为控制动作的进行。这种不稳定性并不是动作的缺陷，而是其关键所在。它揭示了完美平衡的杠铃所掩盖的补偿和不平衡。50岁以后，那些隐藏的身体补偿动作最终会导致受伤。具体做法如下：将沙袋放在你正前方的地面上，双脚与臀部同宽站好，脚趾置于沙包正下方，从臀部向前屈髋，膝盖微屈，直到双臂能够环抱住沙袋。双臂分别位于两侧，双手在下方交握，将沙袋拉紧，贴紧小腿，深吸一口气，收紧核心肌群，肩膀下沉并向后拉紧。现在用脚跟用力站得笔直，整个动作过程中保持包包沿着你的腿部紧贴滑动。一旦它向前移动，你的下背部就在做不该做的工作，有控制的缓慢放下，不要松手让它掉下去。下降阶段对力量的锻炼与上升阶段同等重要。开始做3组，每组6到8次，组间休息2分钟。沙袋硬拉不仅锻炼力量，还培养那种身体的觉察能力，帮助50岁以上的男性远离物理治疗师的诊所。它训练你的神经系统，既能产生力量，又能同时控制力量。
这种组合很罕见，它为你完美的做好了准备，迎接这份列表中的最后一个练习，以此检验你从根基到顶端所建立的一切的测试。引体向上作为必考的体能标准，在全球军事组织中已执行100余年，海军陆战队、陆军和特种部队均要求通过引体向上测试。不是因为它能打造宽阔的背部适合海滩，而是因为拉起自身的体重是检验相对体重力量最直接的测试之一。它回答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的肌肉能承受自己扛的重量吗？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来说，这个问题比杠铃上的任何数字都更重要。在研究文献中，相对力量及与体重成比例的力量是对寿命和独立性最有利的预测因素之一。大多数人忽略了这一点。引体向上不是单纯的背部锻炼，而是一种全身张力的训练，只是动作沿垂直方向进行。引体向上吃力的男人，背阔肌无力且全身张力流失，乱动的双腿、耸肩、核心完全没有发力，身体任何部位失去的紧张感都会让杠铃感觉更重。看起来毫不费力的人，不仅更强壮，而且更加紧实，从手到脚跟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参与动作。下面告诉你怎么做。双手握住杠铃，握距略宽于肩宽，手掌朝外。在你移动1英寸之前，先建立张力，像要把杠铃握断一样用力紧握。把你的肩膀往下拉，远离你的耳朵，就像你想把它们放进后兜一样。收紧核心，加紧臀肌，如有需要可交叉脚踝，以保持下半身稳定。现在向下拉动你的肘部，靠近你的臀部，而不是向身后的墙壁拉回。胸部应顶到杠铃，而不是下巴。以控制的方式缓慢下降，持续3秒的时间。那个负荷的力量与拉力本身一样强大。如果你还不能完全引体向上，将阻力带绕在杠铃杆上，并将膝盖放入阻力带的圈内。弹力带能减轻身体重量，帮助建立正确的动作模式。配合悬挂20到30秒，有效增强握力和肩部稳定性。开始做3组，每组做到接近力竭，组间休息2分钟。引体向上是实力的终极考验，它不在乎你卧推多少，也不在乎你以前举多重，它只问你现在能用你现在的身体做什么。掌握它，你将建立起远超肌肉的力量，你将打造出那种历代精英项目所依赖的强大功能性全身力量。这正是这张清单上的每一个练习专为此设计的。5个动作是精英军事训练代代相传，用来锻造在压力下依然坚韧不倒的男性。不是因为他们复杂，而是因为他们简单直接，他们需要真正的力量。每一次动作中，你的身体都展现出真正的稳定性和真正的张力。现在问题来了，了解了这些，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你打算关闭这个视频，回去做那些无效的事吗？还是你要选一个动作，从今天开始练习，从一个开始掌握紧张感，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升。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订阅并打开通知。接下来我们会更深入地讲解那些训练方法，帮助男人即使过了50岁，依然保持强壮和有能力。